到大梁奶爸温柔守护萌萌母子，才明白饲养员和熊猫的感情有多深。曾经的大梁奶爸带着萌萌玩秋千，小家伙一个飞扑就要投入对方怀里，过于沉重的爱吓得奶爸落荒而逃。如今又是熟悉的秋千和熟悉的场地，荣升外公的大梁带着萌萌的孩子来玩了。小家伙和妈妈一样可爱，一样调皮好动，任何举动都让大梁控制不住嘴角的笑意。不得不感叹时间真是个神奇的存在，它不仅没有让大梁奶爸对萌萌的爱减少，反而在媚珠身上得到传承和延续。作为全球仅存的熊猫三胞胎之一，萌萌从小就被奶爸奶妈当亲闺女养。收猫时，小家伙听到饲养员的呼喊，就会屁颠屁颠跑回去。如果说别的熊猫活成了地主家孩子，那菊萌萌则是实打实的被宠成了公主，和弟弟们过生日时牌面更是奢华。即便萌萌刚好坐月子没法出来玩，饲养员们也不忘给二公主准备礼物。而在奶爸奶妈长达10年的陪伴下，萌萌顺利从美少女成长为新手妈妈。但她从小娇生惯养，喜欢耍些小任性，不想带娃时表现得比宝宝还像宝宝。大梁心疼又无奈，只好哄着求着闺女带娃。一人一熊沟通也没有任何障碍，但如果没有共同话题，社交就会变成一种负担。其实真正灵魂共鸣的社交是有趣的。生活萌萌奶娃奶到生无可恋时，大梁奶爸就会趁空闲时间给闺女按摩。萌萌带娃累了没好气的骂骂咧咧，奶爸就摸着闺女的手耐心哄她。或许正是感受到足够被爱，当大梁奶爸进入产房近身接触萌萌时，怀里抱着幼崽的他非但没有驱赶对方，还像个宝宝似的满心依赖着大梁。真心换真心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。正所谓喜欢谁就会喜欢他身边的一切，大梁也给予了媚珠同样的呵护和爱。他会忍不住记录小孙女的一举一动，被同事当场抓包的表情别提有多尴尬了。都知道媚珠富有冒险精神，喜欢越狱，曾经踩着妈妈排脚凳跑到走廊里面溜达，撞翻东西的声音还把菊萌萌吓一激灵。出于安全考虑，饲养员便把窗口关上，但架不住大梁外公宠娃无底线的心，离开时假装不经意地打开了小卖部窗口，生怕孩子爬不出来，还躲在门缝里偷看。等媚珠在走廊里玩差不多了，再抱她回去。就是说，这跟照顾自家小辈有何区别？甚至有时对媚珠的爱都超过了萌萌。看到自家闺女一屁股坐在媚珠身上，大梁奶爸肉眼可见的惊慌失色，赶紧推了一把萌萌，示意她挪开熊弟，随后不忘摸摸媚珠脑袋，安抚她。感觉此刻萌萌应该彻底明白了啥叫隔代亲，相信在长隆奶爸奶妈的守护和宠爱下，媚珠未来熊生也会如妈妈一样无忧无虑。果然大熊猫每顿揍都不是白挨的。这天滚滚们像往常一样出门营业，调皮的嘉欣似乎看不惯队伍这么整齐，直接化身保龄球平等撞飞每个小时，大小姐驾到统统闪开，完成全垒打的嘉欣上一秒还得意洋洋，下一秒看到北辰只与气势汹汹的追上来，下意识捂住脑袋，老规矩打熊不打脸，动作麻利到一看就没少惹是生非。同样因调皮被制裁的还有二馆长于爱，有次烂背心刚爬出水沟探出小脑袋，却发现于爱在不远处笑嘻嘻的看着自己，于可顿感不妙，玩哥露头就被秒，果真下一秒就被爱姐一头撞回沟底。看着妹妹得意的兔子跳庆祝偷袭成功，可便将这件事暗暗放在了心上。而这天看到于爱正在挑笋，没注意到自己，他一个猪猪冲撞，直接把妹妹撞下来了，给爱姐摔猛了。怎么是我怎么下来的？看来兄妹俩主打的就是一个相爱相杀。都知道苏梅苏炭是挖煤集团最小员工，兄弟俩有事没事就爱往身上抹点草木灰，燥得灰头土脸的去找白富美妈妈贴贴，结果直接被苏林嫌弃的一脚踹开，内心 OS 别来沾边，老娘独美。当莽小五爬到妈妈背上耀武扬威，还胆大包天的摇莽妞妞的米奇朵朵时，丝毫不惯着他的莽仔当即把熊孩子甩开，随后一个熊掌就把莽小五拍在了地上，感觉这巴掌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别的小熊挨揍要么是作妖，要么是废马，而天线宝宝奇一却是因抢了肉肉的便宜。当初奇一听说梅兰肉肉有个神奇的开关，只要抢走他的食物，他就会性情大变。不信邪的奇一便从肉肉嘴里抠了半块苹果，结果果真被肉姐抡圆胳膊一顿暴揍。看来有时好奇心真的会害死猫。当初熊猫宝宝合伙把妈妈推下沟，但由于猫妈体重感人，站得比泰山还稳，熊猫宝宝费了半天劲，反倒误伤了同伙。凭借数量取得的优势，瞬间变成劣势，而熊猫妈妈也被逆子烦得不行，反手把俩熊孩子全都推进了沟里。这么爱玩，就在下面玩个够。母慈子孝的画面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而要说熊猫界被制裁最多的小熊，绝对是我们的混世大魔王福宝。不是拉完亲团后用妈妈的头擦屁股，就是用牙齿帮爱女士修理背后的皮毛，偶尔霍霍院子里的南川树和油菜花，当然每次都会喜提爱女士一顿暴揍。最后福猪猪都被揍出了条件反射，看到妈妈一抬手就忍不住抱头求饶。看来惹谁都不能轻易招惹妈妈，毕竟他们是真的会拳拳到肉。终于知道莽小五的搞笑天赋随水了。这天小五得到了一根精致的木棍，他如获至宝，艰难地从滑梯爬上木脚，准备将这绝世兵器好好研究一番。莽仔看到后悄咪咪把手搭在滑梯上，等到小五转身完全背对着自己，直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头撞翻他。
然后原地装睡，仿佛一切都与自己无关。就算芒小五审视的目光粘在自己身上，莽妞妞都主打一动不动，睁眼算我数。只能说莽仔虽然已经是5个孩子的妈妈，但总感觉她比1岁的芒小五都幼稚。这天，莽妞妞嫌好大儿在跟前碍眼，于是咬住小五后脖梗要把他扔下木架。小家伙倔强地用脚丫勾住滑梯边缘，另一只脚更是用力到能顶起一瓶汽水。而当小五被丢下木架的那一刻，莽妞妞也终于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，心想总算能安安稳稳睡个觉。相较于那些母爱爆棚的熊猫妈妈，莽妞妞更像是得了个会动的小熊玩具。孩子哭得越大声，他就笑得有多开心。当初莽仔趴在木架上睡美容觉，迷你小五则在一旁乖乖爬树，母子俩同框的画面令人倍感温馨。然而当看到小五不小心摔在地上后，莽仔困意全无，直接仰天大笑，嘲笑熊孩子。对此网友辣评这绝对是亲妈，并且莽妞妞还主打妈妈优先原则，零食要第一个吃，玩具也要第一个玩。当初金主爸爸给小五送了豪华蛋糕以及一辆定制版的豪华跑车，小家伙专注于研究这个新奇的大家伙。莽妞妞则趁其不备偷偷炫起了蛋糕，等到小五想起里还有好吃的蛋糕后，却震惊地发现已经全被莽妞妞包圆了，甚至还跟自己抢起了驾驶员的位置。然而当时1岁不到的莽小五又怎会是299斤动花莽仔的对手？不管他如何扑打，用尽各种办法，莽妞妞都一动不动，稳如泰山。小五搬出金主爸爸的身份宣誓主角，没曾想莽妞妞表示：“你这个小屁孩都是我生的，你的蛋糕、大跑车、大飞机也统统都是我的。”无法反驳的小五只能生气的咬妈妈，最后更是直接睡在了跑车引擎盖上，后面太拥挤了，我在前面逃离。不得不说，小五的搞笑天赋丝毫不输莽仔。有次莽仔教小五爬树教到崩溃，他绝望的双手抱树，试图一头撞死自己。没曾想小五也有样学样的抱着大树祈祷，给莽仔气到捂脸哀叹：“谁来救救我！”甚至莽小五就连拉青团都一脸戏精，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画面。不得不说，莽家大院是真热闹，母子俩一天天使不完的牛进出不完的洋相，强烈建议熊猫界都按这个标准卷起来。眼前这只挪屁股追火车的搞笑熊，就是长隆老佛爷梅青。老太太刚下山进城，没玩过这么高级的，不知道自己的饭盒为何会一直跑。原本22岁的梅青已经不再对外展出，但因为最近长隆熊市变动，辣妈婷婷血压有点高，需要回后山静养，于是梅青便替她下山整顿熊猫村，成了酷酷的新邻居。毫不知情的酷酷好不容易熬到下班，快乐的哼着小曲准备回家，结果被暴脾气的梅青亲切问候，毫无招架之力的酷酷直接被骂一抹。高高兴兴下班去结结实实挨顿骂，清汤大老爷谁能给熊家主持公道啊？也许这些年被邻居们骂习惯了。第二天酷酷回家时再次哼起了小曲，大文奶爸赶紧提醒他悄悄的回去，免得又被梅青骂得不敢还嘴。之前辣妈婷婷做酷酷邻居的时候，这小子偶尔还能还几句嘴，但在老佛爷面前是一声都不敢吭，毕竟村里熊都知道梅青脾气大不好惹，路过的狗都得被他骂2句。然而酷酷还没从被吼的阴影中走出，却得知自己的小火车也被玫瑰妃霸占，这下酷酷的天是真的要他了。眨巴着卡姿兰大眼，委屈巴巴的跟奶爸诉苦。新邻居的见面礼，熊真的承受不起，但奈何饲养员也无能为力，毕竟梅青脾气上来会平等创飞每个人。有一次大文奶爸给梅青投喂苹果，结果苹果直接顺着滚到了木架下面，懒得起身捡的梅青立刻扭头瞪着奶爸，肚子一鼓一鼓的，仿佛憋了一肚子气。如果眼神能刀人，此刻奶爸已经嘎嘣了。然而大文和酷酷一样并不长记性，当玫瑰妃像往常一样睡美容觉的时候，奶爸怕她睡醒了没饭吃，便扔过去一捆竹子，弄出的声音把梅青吓得直接弹跳而起，生怕有刁民想害朕。当发现罪魁祸首是大文奶爸后，玫瑰妃想刀人的眼神挡都挡不住，小嘴跟抹了蜜似的骂骂咧咧，这个破竹子非吃不可吗？玫瑰妃不仅是长隆脾气最大的熊，嘴巴也特别的挑剔，只要闻上去不合胃口就一定不会吃。这天饲养员给梅青安排了黄金竹，可玫瑰妃却一脸的嫌弃，奶爸扔过来一根，她捡起来闻一闻就放下，仿佛在说这刀剁过大蒜吗？最后逐渐失去耐心的梅青连闻都懒得闻了，小拳头攥得绷紧，真怕他突然捡一根给饲养员砸回去。玫瑰妃果真是平等对待所有人，